我帮堂哥打理谢堂，净赚1000万，结果秋季起网，他却只转给我5万块。他说堂是他的，本钱也是他出的，而我就是简简单单撒的网。我看着手机上的到账提醒，一没拒绝，二没骂街，只是攥着这笔钱，回头就包下了村里最臭的那口死水塘。直到第2年，剩下他那一塘的死蟹，飘满水面，恶臭熏天，而我的螃蟹个个活蹦乱跳。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，我站在水草丰美地新塘边喊道：退后2步，别把毒素踩进我的园子。听说那天晚上，堂哥跪在泥地里嚎了一宿，他死活想不通，我的螃蟹凭什么吱吱膘肥体壮，包塘那天就炸锅了。我攥着那5万块踏进村委会，支书听我说要包村东头那片死水塘，惊得他一口热茶全喷在了桌上。小川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那片塘荒了30年，水是黑的，连鸭子都不下去。没发烧，合同拿来，我签。消息像长了腿似的窜出去，我刚签完合同，踏出村委会大门，村口已经黑压压围了20几号人。堂嫂张雅轩站在人群最前头。哟，大学生回来了，5万块就想当老板？你给我们家大川提鞋都不配。我没停脚。我说小川，你是不是在城里呆傻了？那片塘连爱蛤蟆都活不了，你往里跳图啥？图那特泡澡啊！周围人轰的笑了。我刚转过身，嘴还没张开，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，一把攥住了张雅轩的头发。是我媳妇王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，左手攥着张雅轩的头发，右手抡圆了就是一巴掌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堂嫂整个人被甩出5米远。你再说一个字试试！你男人坑了我们家小川1整年1000万，给5万你还有脸在这嚼舌头？你们2口子是不是一个被窝睡久了，脸都不要了？张雅轩被打懵了2秒，反应过来就要往上扑，旁边2个妇女死命拽住他胳膊。张雅轩在人怀里挣扎着骂：王芳，你个泼妇，你撒手！当年你嫁过来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城里姑娘嫁农村人早晚后悔，你看看你现在跟个农村泼妇有什么区别？王芳往前逼了一步，被我一把攥住手腕拽了回来。他用力挣了2下没挣脱，回头瞪我：你拉我干什么？我没看王芳，盯着人群后面。人群后面站着林大川，我堂哥后面停了一辆大举，他背靠车门，远远的看着这边。我拽着王芳往外走，路过林大川身边的时候，他开口了：小川，5万不够不够。我站住了，王芳在我手里怔了一下，想让我赶紧离开。哥，5万够了，够包那片塘。林大川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你真要养那片死水塘？真养。行，你养出来告诉我一声，我买2斤尝尝，看是不是臭的。说完，他砰地关上车门，一脚地板油开出了此处。张雅轩在后面喊他，他连头都没回一下。人群渐渐散了，我拎着铁锹下了那片塘，一股子腐败的酸臭味，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王芳站在塘埂上，紧紧捂着鼻子。小川，你上来！这塘臭成这样，能养出什么？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向塘东南角，抡起铁锹狠狠一凿，碰到的硬物不是石头，是活的。我把那东西从泥里捧出来，一只老螃蟹，背甲乌黑，体型比脸盆还大1圈，右前上缠着一根锈铁丝，嵌进甲壳里，钳子肿胀发白，动弹不得。王芳蹲下来，这螃蟹得活了多少年？我没说话，立马从兜里掏出钳子，小心翼翼剪断铁丝，铁丝崩断脱落的那一刹那，老螃蟹的钳子动了一下，然后整个身体撑起来，但它没逃，而是用2只眼睛竖起来，盯着我看。左边的蟹钳慢慢伸过来，轻轻夹住我的手指，不同弹像在握住我的手。下一秒，一道沉闷的巨响在我脑中轰然炸开。50年了，你是第2个帮我的林家人。我整个人僵住了。小川，你怎么了？他跟我说话了。你是不是中暑了？你信我？他说50年了，我是第2个帮他的林家人，第1个是爷爷。王芳的手从我额头上放下来，看着那只老螃蟹，蟹王的眼柄转向他。这个女人比你爷爷的媳妇强。他又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比我奶奶强。我没忍住，嘴角动了一下。王芳瞪我，这螃蟹有点意思啊。天快黑了，我捧着蟹王趟过泥水，把它放回塘中央。入水之前，蟹王的声音最后一次响起：往下挖3尺，你爷爷埋的东西该重见天日了。他沉入水底，黑水合拢，仿佛这里从未有过什么蟹王。王芳站在岸上，他刚才是不是又说话了？他说西北角往下挖3尺，爷爷埋了东西。那还等什么？挖！天还没亮透，我和王芳扛着铁锹又下了塘。西北角的水，齐腰深淤泥没过小腿肚子。我一锹狠狠扎下去，铁锹碰到硬物，不是石头的那种硬。我把锹提上来，锹刃上沾着几粒墨绿色的沙子，光照上去，沙子表面的金色纹路像血丝一样亮了一下。王芳蹲在岸埂上，伸手从锹刃上抠下一粒，对着太阳看。小川，这是啥？矿砂，爷爷留下的矿砂，能净水，能养蟹，撒进塘里，水就活了。30年前，爷爷用淤泥盖住，分2处埋了。这是第1批，还有第2批在东南角。王芳听完，把矿砂从锹刃上抠下来，死死攥在了手心里。那就挖。我俩挖了一上午，西北角的塘底被翻开，墨绿色的矿砂层露出来，厚度将近1尺，拳头大小的沙石挤在一起。王芳站在浑浊的水里，裤腿湿到大腿根，她弯腰捡起一块沉甸甸的矿砂，掂了掂分量。爷爷怎么找到这东西的？不知道，笔记本上没写。
你那只老螃蟹知道吗？知道爷爷在山上找了3年，炸了3处矿洞，才找到这条矿脉。矿沙是他一筐一筐从山上背下来的，背了整整1个秋天。我把蟹王的话转述给王芳，他听完低头看着手里的矿沙，筐一筐背下来，然后被五拐夺了糖。王芳不说话了，把矿沙放进竹筐里，弯腰继续捞，动作比刚才更快。到了傍晚，矿沙已捞出大半，在塘埂上堆成一座墨绿色的小山。王芳瘫坐在矿沙堆旁，手摸出了4个血泡。怎么碾？石臼，家里那个太小。我知道，我去借。我转身去了刘老三家。刘老三是村里唯一的老石匠，家里有一口祖传的石臼。刘老三正蹲在院子里抽烟，听我说要借石臼碾石头，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。碾石头？小川，你是不是真疯了？不是普通石头，矿沙碾碎了撒塘里能净水。刘老三看了我半天，站起来，行，石臼借你，碾完了给我洗干净。这石臼是我爷爷凿的，传了3辈了，一定。刘老三帮我把石臼抬到塘边，看见那堆墨绿色的矿沙，蹲下去捡了一块，翻来覆去的看。这石头我见过，在哪儿见的？你爷爷手里。 30多年前，他拿着一块这种石头来找我爹，问能不能碾成粉。我爹说能，给他碾了1麻袋。后来你爷爷出事，就再没见过这种石头了。小川，你爷爷当年用这石头养出来的螃蟹，我吃过1只，那时候我才10几岁，那只螃蟹的味道我记到现在。他走了，石臼留在塘边，我和王芳开始动手碾矿沙。王芳搬了块石头垫在脚下，2只手握住石杵，一下一下往下砸。矿沙在石臼里碎裂，墨绿色的碎末溅出来，落在他手背上，落在他头发上。我俩硬生生碾到半夜，他的手只磨出了第6个血泡，伸手去接那根滚烫的石杵。我来，你歇会儿。不用，王芳，我说了不用。你那只老螃蟹说3年成王，3年1000多天。 这才第1天你就让我歇，我歇了，谁替你碾？我没再开口劝他，只是从他颤抖的手里接过了石杵，不是抢，是握住他的手，一根手指掰开，他的手心里全是血泡，磨破以后的嫩肉被石杵饼磨得通红。林小川，你歇半个钟头，半个钟头以后换我，咱俩轮丢，谁也不用替谁。他看着我，看了好一会，然后松开手，坐在矿沙堆旁边，把2只手摊开，放在膝盖上。小川，你爷爷背了3年矿沙，背下来以后被个五拐夺了糖，你心里恨不恨？恨。 但恨的不是五拐，那你恨谁？恨我爷爷太信人，他把矿沙的事告诉了大伯，大伯告诉了老拐，他不是输给了老拐，是输给了自己儿子。王芳沉默了一会，那你呢？你把矿沙的事告诉了谁？你、周明远，还有那只老螃蟹。你不怕我告诉你大伯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扇张雅虚那1巴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你这辈子不会背叛我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，看着手心里的血泡印子。你继续碾。 半个钟头到了，换我。天快亮时，矿沙全部碾完了，墨绿色的粉末装了整整2麻袋，堆在塘边。太阳从村东头的树梢后面升起来，在晨光里闪着暗金色的微光。赵芳靠在石臼上睡着了，我没叫醒她，扛起1麻袋矿沙粉末，走到塘边。蟹王的声音响了起来：顺着水流方向，东南角先撒，西北角后撒。 王芳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走过来一声不吭的扛起第2袋，站在对岸和我面对面，一簸箕一簸箕的往水里撒。墨绿色的粉末落进水里，飘在水面上，先是铺成一层薄膜，然后慢慢散开，像墨水滴进清水里，又像血滴进水里，一丝一丝的渗透扩散，整塘水开始变色，不是慢慢变，是一层一层换。黑水像被什么东西从底下顶上来，翻涌着往四周退，从我的脚边开始，往王芳脚边蔓延。黑水退1寸，绿水进1寸，前后不到半个钟头，3亩死水塘，黑水变绿水，琥珀色的绿水，太阳照上去，整塘水像一块巨大的琥珀，臭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味道，不是水草的腥。 不是矿沙的涩，是一种甜的凉的，像深秋早晨草叶上的露水。王芳站在对岸，手里的簸箕垂下来，她看着水面，看着琥珀色的水，从自己脚边一直扑到对岸，扑到我脚边。小川，活了！她忽然蹲下身，手伸进水里，捧起来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然后喝了一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喊，她已经咽下去了。甜的！你疯了？这水还没检测过。你那只老螃蟹在里面活了50年，它没死，这水就毒不死我。小川，你说这水像什么？像琥珀。 像你爷爷的眼睛。他说完，转身去拿第2簸箕粉末。我没说话，站在水里看着琥珀色的水面。爷爷的眼睛我没见过，我5岁那年他就去世了，连照片都没留下几张。但我媳妇儿说的，我信。水清了，可以放苗了。放多少？蟹王说了一个数字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3万苗，我这塘才3亩。不是普通养法，3万苗下塘自然淘汰。矿沙养出来的螃蟹壳硬肉紧，一只顶别人3只。你爷爷当年也只敢放2万，你比他多1万。为什么我比他多？因为你媳妇儿比他媳妇强。 3万苗要多少钱？多少3万苗？8万块。王芳放下簸箕，汤水走过来，水没过他膝盖。我们只有5万，我知道，缺3万。我去借。跟谁借？周明远。他一个搞研究的，哪来3万块？他没有，他单位有省水产研究所，有成果转化基金。他跟我说过，遇到好项目可以申请。你去找他，家里我守着。
你一个人？我不是一个人。他低头看着水里，我也低头。蟹王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深水区爬过来，趴在王芳脚边，背甲露出水面，一截黑的发亮，眼睛竖着看着王芳。王芳蹲下去，手伸进水里，摸了摸蟹王的背甲。蟹王没躲。你告诉他，让他看好糖。你回来之前少一只蟹苗，我拿他试问。告诉他少一只，我赔他10只。我把蟹王的话转述给王芳，他笑了一下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我当天下午坐了去省城的大巴，到水产研究所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周明远还在实验室，隔着玻璃门，桌上堆满了培养皿和试管。我敲了敲门，他抬起头看见是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摘下手套走过来开门。老林，你怎么来了？矿砂粉末的检测报告。你上次说样本不够，我带了很多。我从包里掏出一袋矿砂粉末，放在他桌上，又掏出一瓶糖水样本，琥珀色的。周明远拿起水瓶，对着灯看。矿砂撒进去以后，变得前后半个钟头，黑水就变这个颜色。半个钟头，黑水变这个颜色。他把水瓶放下，拿起矿砂粉末，倒了一点在培养皿里，放到显微镜下，调了调焦距，然后不动了。看了很久，他抬起头，摘下眼镜。老林，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林青山。林青山。你记住这个名字。我当然记得，不是让你记，是让所有人记。这种矿砂的矿物组成，我查了一下午文献，没有任何记录。它是一种全新的天然矿物。你爷爷50年前就找到了它，用它养出了铁壳蟹。老林，你爷爷不是养螃蟹的，他是个天才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省水产研究所的成果转化基金申请书，我帮你填好了，3万不用还，条件是你的养殖数据全部归研究所，以后你的糖就是我们的合作基地。成交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什么？你这种螃蟹如果真养出来了，不能叫铁壳蟹，得叫青山铁壳蟹。你爷爷的名字得印在包装上。好。我在省城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坐着最早一班大巴往回赶，包里装着3万的支票和周明远打印好的合作合同。到村口的时候，远远就看见王芳站在塘边，不是一个人，他对面站着张满金。那辆大 G 停在路边，林大川靠在车门上，嘴里叼着烟。王芳挡在塘边，手里握着一把铁锹，锹头杵在地上。我跑过去，王芳看见我，小川。林大川转过头，看见我把烟从嘴里拿下来。哟，回来了，听说你去省城了，借钱去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的糖，听说水变颜色了，琥珀色的。哥养了这么多年螃蟹，没见过琥珀色的水，来开开眼。再走一步试试。林大川停住了，看着王芳，又看着我。小川儿，你媳妇儿脾气越来越大了，管管。他不用我管，你离他远点，他就没事儿。行，你们两口子行。我今天来不是找事儿的，这带句话。什么话？镇上老吴你知道吧？他听说了你水变颜色的事儿，让我问你矿砂卖不卖？10万一麻袋，你有2麻袋就是20万，够你买苗买饲料，还能剩不少。不考虑。小川，你知道老吴是什么人？他不像哥这么好说话，你不卖，他会用别的办法拿。那就让他来。林大川点了点头，拉开车门。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糖水，琥珀色的。他的眼神变了一下，不是贪婪，是别的什么东西，我没看清。车门关上，大巨轰着油门走了。王芳把铁锹放下来，手还在抖。他来了半个钟头，一直想往旁边走，我没让他靠近一步。知道。钱借到了吗？我把支票拿出来递给他，他接过去看了一眼，3万够了。他把支票折好，放进口袋里，然后蹲下去，把手伸进水里。蟹王从深水区爬过来，左前轻轻搭在他手背上，让他看，看了他就会再来，再来就会自己跳进来。我把蟹王的话转述给王芳，他听完嘴角动了一下。你这只老螃蟹比人还会算计。他站起来，看着琥珀色的水面，那就让他看。看完了，等他跳。第二天蟹苗到3万苗，30个泡沫箱在塘边码成3排。王大河来了，刘老三来了，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。林大川也来了，大巨停在远处，人靠在车门上没走过来，但眼睛一直盯着这边。我打开第一个泡沫箱，蟹苗密密麻麻，青灰色的壳半透明，比指甲盖大一点。王芳捧起一把蟹苗，在他手心里爬动，细小的钳子夹着他的手指，他把手放进水里，蟹苗从他指缝间游出去，四散开来，钻进水草里，钻进石缝里，钻进琥珀色的水光里。我一箱一箱往塘里跑，3万苗全部入水，水面像开了锅，密密麻麻的蟹苗铺满了整片塘，琥珀色的水光被他们切成无数碎片。每一片都闪着暗金色。王大河站在岸上看着水面。小川，3万苗3亩塘，你这是赌？不是赌，是信。信什么？信我爷爷，信这只螃蟹，信他。我看向王芳，他正蹲在塘边，手伸进水里，蟹苗在他指尖游来游去，他嘴角翘着，眼睛亮得很。王大河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看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行，你信他，我信你，合作社算我一份。他走了，人群渐渐散了。林大川最后一个走，上车之前，他站在远处看着我的塘看了很久，然后车门关上，大 G 开走了。当天夜里，我和王芳坐在塘边，蟹苗在水底爬动，细小的钳子夹碎螺丝壳的声音。小川，3万苗能活多少？蟹王说自然淘汰，活下来的才是铁壳蟹。那活不下来的呢？它们的尸体会变成肥料、肥水、肥草，没活下来的同类不会白死。一只蟹苗游过来，在他指尖停了一下，然后游走了。小川，你说咱俩像不像这塘里的蟹苗？3万苗，最后活下来的才是铁壳蟹。咱俩是从城里逃回来的，在村里人眼里就是2只快死的蟹苗。那就活给他们看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映着琥珀色的水光。你说的3年成王，我看着不用等3年。明年这个时候，第一批铁壳蟹上市，到时候你穿着红衣裳站在塘边，看林大川蹲在对岸哭。
红衣裳我要买2件，一件厚的，一件薄的。买还要在县城买一套房，阳台朝南的。买。他闭上眼睛，不说话。堂面上风吹过来，带着矿沙的甜味和水草的腥。蟹王从深水区爬出来，蟹王趴在岸边，眼柄竖着看着我们，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。第1关过了，明天开始巡堂，白天你巡，夜里我巡。夜里你巡？以为我在这50年白活？这片塘每一寸泥，每一根草，每一只蟹，都在我眼里。白天归你，夜里归我，谁也动不了。他转身爬回水里，琥珀色的水面荡开一圈波纹，慢慢扩大，一直扩到塘的对岸。王芳睡着了，呼吸均匀，手还伸在水里。蟹苗在他指尖游来游去，我把他的手从水里轻轻捞起来，握在自己手里。他的手心6个血泡印子已经结痂脱落，长出粉红色的新肉，月光照上去，像6枚淡淡的铜钱。蟹苗下塘的第7天，出示了我巡塘的时候，发现东南角的水面上飘着一层死苗，不是1只2只，是密密麻麻一层青灰色的壳翻过来，白肚子朝上。我蹲在岸上，手开始抖。王芳拎着饲料桶走过来，看见水面上的死苗，桶掉在地上，饲料洒了一地。小川，怎么回事？我没回答，呼叫蟹王。蟹王，东南角死了一片。蟹王的声音过了好一会才慢悠悠的响起来。慌什么？正常。正常，死了这么多，你跟我说正常？你忘了，我让你放3万苗的时候，就跟你说过自然淘汰，水质变了，矿沙入水，能适应的活，不能适应的死。死的这些是底子弱的，留下来也没用。你再看看水底下。我蹲下去，手撑着塘梗，把头伸到水面上方，水是透绿的，能看见塘底。东南角的水面下，活着的蟹苗密密麻麻趴在塘底，比死掉的多了不止10倍。它们不动，安静的趴着，像是在消化什么。蟹王的声音又响了，死的不到1000，活着的2万多只，每一只都在吸收矿沙的养分。3天之内，它们会第2次蜕壳。第2次蜕壳以后，壳就会变成铁青色，那才是铁壳蟹真正的苗子。他捧着饲料桶，手还在抖。王芳，你不用怕，他说了，正常。我不是怕，我是心疼那些蟹苗，它们吃了我的螺丝，没长起来就死了，我心里难受。他说完站起来，拎着桶继续投喂，一把饲料撒下去，活着的蟹苗涌上来，争抢水面翻着水花。他蹲在岸上看，眼眶红着，但没哭。当天下午，堂嫂骑电动车从旁边经过，看见我们在捞死苗，特意停下来，伸着脖子看。哟，死蟹啦！我就说嘛，那片死水塘能养出什么好东西？3万苗，我看能活下来300只就不错了。关你屁事！我好心关心你们，就这态度？张雅勋，我问你，你男人塘里的蟹还剩几只？你什么你？你男人拎着除草剂半夜来我们塘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好心？现在来看笑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塘里死的蟹没有你们塘里活着的多。张雅轩被噎得脸通红，油门拧到底，电动车窜出去老远。王芳重新蹲下去捞死苗。小川，你说我是不是太凶了？不凶，刚刚好。他嘴角动了一下，没笑出来，但也没再红眼眶。3天后，第2次蜕壳开始了，比第1次更壮观。整塘的蟹苗像是约好了一样，同时蜕壳，水面下到处都是裂开的旧壳，新长出来的壳不再是青灰色，是铁青色。蟹王说的那种铁青，太阳光照上去，壳面有一层哑光，不反光，但看着就硬，熬足开始泛红，铁锈的那种红。王芳蹲在岸上，手伸进水里，捞了一只上来，托在手心里看它变颜色了。这就是铁壳蟹。他把蟹苗轻轻放回水里。长吧，快快长大。那天晚上，周明远从省城来了，开着他那辆老旧的车，后备箱里装满了仪器。老林，你这水质比上个月又好了，我刚才测了一下，溶解氧比普通养殖塘高出2倍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螃蟹活得好，意味着你这一塘蟹只要不出意外，上市的时候比市场价翻1倍。他蹲下去捞了一只蟹苗上来，放在手心里，翻来覆去的看壳。厚度是普通蟹苗的1.5倍，熬足的肌肉密度更高。老林，你这个品种如果稳定下来，是可以申请地理标志的。什么叫地理标志？就是告诉所有人，这种螃蟹只有你这片水能养出来，别的地方养不出来。他把蟹苗放回水里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。你爷爷叫林青山，那这蟹就叫青山铁壳蟹。我愣了一下，王芳从灶房出来。这个名字好，爷爷的名字，爷爷的姓。周老师，你大老远跑来，家里没什么好东西。这茶是我自己晒的荷叶茶，你尝尝看。谢谢嫂子，你叫我明远就行。老林上学那会儿，我俩一个宿舍，他睡上铺，我睡下铺。他每天晚上磨牙，磨得我睡不着。去你！周明远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旁边难得有这么轻松的片刻，但轻松没持续多久。当天夜里，蟹王的声音突然炸响，又急又厉，完全不像平时那种慢悠悠的调子。有人下水塘中央。我翻身起来，冲出棚子，手电筒扫过水面，月光下塘中央的水面上露出一个人头，是王彪大光头，5拐的人。他在水里扑腾，双手在水底下摸来摸去，像是在找什么。王芳也冲出来了，站在我旁边。谁？大光头，别下去，他找不到我，我在淤泥底下，除了你和王芳，没人碰得到我，让他在水里泡着。我站在岸上，手电筒的光柱直直打在大光头脸上，他在水里转过头来，看见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林小川，听说你这塘里有只大螃蟹，5拐让我来看看。那是我的蟹塘，快给我出来！他没上来，反而吸了一口气，一头扎进水里，水面荡开一圈，波纹过了大。过半分钟，他从水里冒出来，手里抓着一只螃蟹，不是蟹王，是一只普通的铁壳蟹。王彪举着那只螃蟹看了看，就这，
脸盆大的呢。他把螃蟹扔回水里，往岸边游。爬上岸的时候浑身湿透，光头在月光下锃亮。他拧了一把衣服上的水，走到我面前。五拐让我带句话，上次说的矿沙的事儿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价钱好商量。不考虑。大光头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然后笑了。行，你硬气。不过林小川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五拐这人吃软不吃硬，你越硬。今天是我来，下次来的就不一定是谁了。他走了，湿脚印一串一串印在土路上。王芳看着他的背影，小川，五拐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想知道这片塘的秘密。爷爷的矿沙在他眼皮底下藏了30年，他没找到，现在被我挖出来了，他急了。那蟹王呢？他找不到，除了你和我，没人碰得到他。这个人30年前来过，那时候他还年轻，跟着五拐往塘里倒药，他忘了我记得。我没说话，看着大光头消失的方向。30年前他往这片塘里倒了药，30年后他在同一片水里扑腾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。有些账不用人算，水自己会记。第二天村里传开了一件事，林大川的塘彻底完了，剩下的螃蟹一夜之间全翻了，一只不剩，水面上白花花一片，恶臭飘出去2里地。张雅轩坐在塘埂上吼，嗓子都吼哑了。林大川蹲在旁边，一根接一根抽烟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王大河来了，站在岸上看了一眼，摇摇头。大川，你这塘清了吧？不清明年也养不了。林大川没说话，张雅轩嚎得更大声了。20万啊！苗钱、饲料钱、塘租钱，20万全打了水漂。林大川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你看看人家林小川，人家塘里的蟹活蹦乱跳，你呢？张雅轩被他这一嗓子吼住了，不嚎了。林大川转过头，隔着2口塘的距离看向我这边，我也在看他。我们对视了大概10秒，林大川见移开了眼睛，转身走了。那天下午，林大川拎着2瓶酒来了，笑嘻嘻的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小川，哥来看看你的蟹。他把酒放在棚子门口，蹲在塘边看水。你这水怎么养的？跟哥说说。矿沙爷爷留下的，爷爷留下的东西应该有哥一份吧？咱俩一个爷爷。爷爷的笔记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不是你。林大川不笑了。小川，你是不是觉得哥欠你的那5万块，哥承认给少了？你说个数，哥补给你。不用，5万够了。林大川站起来，脸上的肉在跳。林小川，你别太过分，都是一个爷爷，你吃独食不怕村里人戳你脊梁骨？王芳从灶房走出来。大川哥，你去年给小川5万块的时候，不怕村里人戳脊梁骨；你半夜拎着除草剂来我们旁边的时候，不怕村里人戳脊梁骨。现在跟我们说一个爷爷。林大川被对得脸通红，拎起地上的2瓶酒，转身就走。行，你们2口子行。林小川，你记住了，你这螃蟹还没上市呢。他走了，王芳看着他的背影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要使绊子。什么绊子啊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。上市那天他会压价，找人来跟你打价格战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30年前五拐就是这么对你爷爷的。你爷爷养出铁壳蟹，那年五拐从外地调来3万斤普通蟹，半价抛售，把你爷爷的客户全抢走了。你爷爷那些铁壳蟹最后烂在了塘里。我蹲在塘边，看着水里那些铁青色的壳，他们在推第2次，壳一天比一天大。这次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爷爷是一个人，我不是。我站起来，看着对面林大川那片飘满死蟹的塘，水面上白花花一片，几只白鹭站在死蟹堆里啄食。张雅轩已经不哭了，坐在岸上发呆。林大川骑着大锯出了村，往镇上的方向去了。我拿出手机给周明远打了个电话。老周，帮我个忙。你说，帮我查一个人，吴金奎，外号老拐，查他的蟹苗生意，查他的销售渠道，查他这些年有没有违规记录，能查多少查多少。老林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爷爷30年前被他整死了，30年后他要整我，我不能等他先动手。我在水产系统里有同学，等我消息。挂了电话，王芳站在我旁边。你查他能查出什么？不知道，但30年，我不信他清清白白。王芳没再问，去灶房端了碗饭出来，2碗米饭，1碟咸菜，1条红烧鲫鱼。我们坐在塘边吃，月光照在水面上，透绿的水里，2万多只铁壳蟹在觅食，钳子夹碎螺丝壳的声音，细碎细碎的。王芳吃了一半，放下筷子。小川，你说他们能长到多大？蟹王说最大的能到1斤1斤的螃蟹得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止100。他重新拿起筷子。那我那件红衣裳有着落了。我也笑了。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爷爷，他站在塘边，穿着老式的中山装，背着手看着水面。我没见过他活着的样子，但梦里的那张脸和我爹有气氛下，他转过头看着我，没说话，指了指水里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水底下趴着一只巨大的螃蟹，背甲发黑，双螯如前世蟹王，但比现在的蟹王还要大。我转过头想叫爷爷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岸上只剩我一个人和满塘的铁壳蟹。3个月后期网那天，全村都来了。王大河站在最前面，刘老三扛着锄头挤在人群里。我爹林德福也来了，蹲在塘埂上一言不发，但眼睛一直盯着水面。周明远提前1天从省城赶过来，带了2个研究生，在塘边架起了便携检测设备。王芳站在塘边观望。第一网下水是老徐亲自拉的，老徐是省城最大的水产收购商，周明远介绍的。蹲在塘边看水看了半个小时，才决定亲自拉网。网从西北角下水，往东南角收。收网的时候，水面像开了锅，铁青色的螃蟹挤在网里。老徐拉网的手停了。小周，把检测仪打开。周明远把仪器对准网里的螃蟹，数据一个一个跳出来，他念一个，人群里就炸一声。单只均重4两，出肉率比普通螃蟹高3成，蟹黄饱满度 A 级。王大河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蹲到仪器前面，盯着屏幕看了半天。这数字
是啥意思啊？王村长，你们村这螃蟹是我今年见过的最好的螃蟹。王大河站起来看看仪器，又看看我。小川儿，你小子！他没说完，又拍了拍我肩膀，拍得很重。老徐把网拉上岸，蹲在蟹堆里翻看了10分钟，挑了一只最大的翻过来，看肚脐，看蟹黄，看螯足。市场价，今天的市场价80，你这蟹我出240，有多少我要有多少。人群炸了，241斤是市场价的3倍。刘老三的锄头掉在地上，差点砸了自己的脚。多少？241斤。唐嫂站在人群最外面，踮着脚往里看，听见价格以后，脸一下子白了。王芳站在我旁边，手攥着我的袖子，越攥越紧。她没有跳起来，也没有哭，就那么攥着我的袖子，手指关节都是白的。怎么样，卖不卖？卖。老徐笑了，从怀里掏出一份合同，这是长期收购协议，以后你的蟹我包了，价格随行就市，但保底200，签不签？我接过合同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递给周明远，帮我看，没问题。签，我签了。3亩塘，2万多只铁壳蟹，总共出了将近8000斤。老徐当场转账192万，我手机震了一下，银行到账短信弹出来。王芳凑过来看，数了2遍。小川，192万。去年这个时候你兜里就5万块。他笑着笑着笑着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他抹了一把眼泪，忽然转过身。孙亚轩，你过来。孙亚轩没动，王芳走过去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王芳站在孙亚轩面前。去年你在村口说我嫁了个农村人，早晚后悔。现在你再说一遍。孙亚轩的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没说出来，转身挤出人群走，脚步快得像有人在后面追他。林大川不在人群里，他没来看期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去了镇上，不是去买东西，是去找老吴。老吴的蟹苗批零店开在镇东头，3间门面，全县最大的水产苗种集散地。林大川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老吴正坐在茶台后面喝茶。老吴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，来了，舅舅，小川的蟹今天起网了，3倍价192万。我知道。你就不急？急什么？30年前他爷爷也养出来过，后来烂在了塘里。那是30年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螃蟹还是螃蟹，人还是人。他爷爷的客户当年被我半价抢走，他的客户我也能半价抢走。老徐签了长期合同。老吴的笑容收了。老徐，省城那个徐胖子是他，保底200，签了3年。老吴沉默了。那就不是价格的问题了，是蟹的问题。他那蟹真值3倍价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仪器测的，出肉率高30%，蟹黄饱满度 A 级，壳是铁青色的，螯是铁锈红的，跟我养的完全不一样。老吴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街道。明天我去看看。第2天，老吴真的来了，车停在塘埂上，车窗摇下来，他没下车，坐在车里，看着我的塘看了很久。我正蹲在塘边投喂，王芳在旁边磨玉米粉。老吴推开车门下来了，他走到塘边，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水里，捧了一把，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然后站起来看着我。你就是林小川，林青山的孙子？是。你爷爷当年跟我打过交道，他那茬蟹最后一只都没卖出去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是被你半价劫走的。老拐笑了。半价劫走？小川，生意场上没有劫不劫的。你的蟹好，客户就买你的；我的蟹便宜，客户就买我的。你爷爷的蟹是好，但客户不认好，只认便宜，这是他当年输给我的原因，不是他的蟹不行，是他不懂做生意。所以你觉得我也会输？老吴没回答，转过身看着我的塘。水面透绿，铁壳蟹在水底爬动，钳子夹碎螺，撕壳的声音细碎细碎。他看了一会，你这水怎么养的？矿沙，爷爷留下来的。老拐点了点头，像是早就猜到了。你爷爷把矿沙藏了30年，我找过没找到，塘底翻遍了没有，我以为他带进棺材了，没想到埋在那么浅的地方。小川，我给你开个价，矿石配方300万，你的塘我入股占50%，你的继续养我负责卖，我保证卖到全省。不卖。哼，你再考虑考虑，300万加销售渠道，你省城那个老徐，他能吃下你多少货？8000斤他能吃，8万斤呢？80万斤呢？他吃得下吗？我吃得下。不考虑。老吴看着我，看了好一会，然后笑了。行，跟你爷爷一个脾气。你爷爷当年也跟我说不考虑，后来他的蟹烂在塘里臭了3天3夜。满仓，生意不是这么做的。等你卖不动的时候，记得来镇上找我。300万的价我留1个月。车子开走了，王芳停下石磨，走到我旁边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劫我的销路。怎么劫？不知道，但他一定有办法。
他有。我和王芳同时低头看谁，蟹王从塘底的淤泥里爬出来，铁青色的蟹裙自动绕开一条路，他爬到岸边。30年前，他劫你爷爷的销路，用的是价格半价抛售，把客户全吸走。这次他用的可能是渠道。渠道？他垄断蟹苗20年，下面的经销商遍布全省。他如果放话出去，谁进你的蟹就断谁的苗。很多经销商会听他的。你爷爷当年输，一半输在价格上，一半输在渠道上。你既然知道这么多，当年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因为我当年也不懂。我在水里活了50年，只知道水的事、人的事，是这些年看老拐做生意才慢慢看明白的。可惜你爷爷没等到我看明白的那天。这次不会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站起来，拿出手机，拨了周明远的电话。老周，上次让你查的事儿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正想给你打电话，我同学在市水产局，他帮我调了老拐近10年的经营记录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了？他的蟹苗连续5年抽检，不合格率超过30%，但每次都罚点款了事，从来没有被停业整顿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蟹苗便宜，养殖户认便宜，市里怕断供，不敢动它。但有一件事儿很有意思。什么事？去年省里出台了一个新规定，蟹苗抽检不合格率超过20%的供应商取消资质补贴和项目资格。老吴去年拿了县里一笔300万的现代渔业扶持资金，如果他的抽检数据被省里复查，那笔钱他得吐出来。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糖水蟹王趴在我脚边，眼柄一动不动，像在听我说话。他的抽检数据，省里什么时候复核？下个月省厅会派人下来，随机抽查3家苗种供应商，老吴是全县最大的，100%会被抽到。如果复核不合格呢？300万退回，停业整顿3个月，情节严重的话，吊销苗种经营许可证。够了。我挂了电话，王芳看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省里抽到老吴。你怎么让？不用我让，他是全县最大的，省里本来就会抽他。我只需要确保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抽检的时候，蟹苗是真实的，不是他送检的那种特供苗。你知道他送检的苗和实际卖的苗不一样？不知道，但我见过林大川去年进的苗，下塘3天开始翻白。那不是合格的苗，老吴卖的就是那种苗。他送检的苗一定是从别处调来的好苗。你怎么证明？不需要我证明。省里的人下来抽查，不是去他店里抽，是去养殖户塘里抽。只要抽到林大川的塘就够了。大川的塘里还有蟹？没有，但他今年新放的苗全是老吴供的，下塘不到1个月，已经开始翻了。王芳不说话了，我也没说话。塘面上风吹过来，带着水草的腥甜味。蟹王从水里爬出来。你比你爷爷狠。我爷爷不狠。他是不狠，所以他输了。我愿意把人往坏处想，但我不会先动手。老吴不动我的销路，我就不动他的命脉。他要是动，那就别怪我。3天后，老吴动了。老徐打来电话，语气很急。小川，出事了！省城3个水产批发厂今天同时接到通知，说你的铁壳蟹没有检验检疫备案，不准进场。我有备案，周明远帮我办的。他们说备案系统升级，旧备案作废，要重新申请。重新申请需要15个工作日。15天，我的蟹等不了15天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问了一下，谁在背后打的招呼？你猜是谁？老吴。他在省水产流通协会挂着副会长1句话的事儿。老徐，如果我的蟹进不了省城，你能销到哪儿？老徐沉默了一会。周边县市，但价格至少要掉30%。够了，先销周边，15天以后再进省城。那你这15天的损失我记着。怎么了？老吴动手了，省城批发市场进不去，要等15天。王芳的脸色变了。15天，螃蟹每一天都在涨，15天得喂多少饲料？而且塘里密度这么大，拖15天，蟹会互相残杀的。我知道。密度确实高了，8000斤是第1批，塘里还有至少2000斤没长成的。
再等15天没长成的会被大蟹攻击。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不互相攻击？有，加大投喂量，每天多喂1倍，让他们吃饱。多喂1倍，15天饲料成本得增加多少？至少5万。5万我出。老吴想用15天拖垮我，我让他看看15天拖不拖得垮。从那天起，王芳每天摸螺丝的时间从4个小时变成了8个小时，手被螺丝壳划的全是血，口缠着胶布继续摸。我爹临走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下来，推着一只9轮胎跟在他后面，一声不吭。刘老三路过看见了，站了一会也下了锅。小川家的蟹，我吃过一只，老徐给我的。我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螃蟹，不能就这么浪费了。第2天，下河摸螺丝的人变成了5个，第3天变成了11个。王大河站在岸上看了一会，你们这算啥？集体偷螺丝。王师傅，你要么下来摸，要么别说话。王大河脱了鞋也下来，王芳站在河水里，手里攥着一把螺丝，看着小川的人，嘴唇抿得很紧，眼眶红了。第15天，省城的检验检疫备案下来了，老徐的货车当天晚上就停在了塘边，3000斤铁壳蟹装车，连夜发往省城。小川，你这15天的饲料钱，我出1半。不用，不是可怜你，是你这蟹以后我要卖一辈子，不能让你寒了心。他拧钥匙发动车轱辘，车亮着尾灯驶出，拐上省道，消失在夜色里。王芳站在塘边，看着货车消失的方向。小川，省城的市场开了，开了，武馆那15天白费了。没有白费，他让我多花了5万饲料钱，这5万我会找他要回来。我拿出手机拨了周明远的电话。老周，省里抽检的人什么时候下来？后天。抽检的堂口是谁定的？县水产站推荐，省里随机选。县水产站站长是谁的人？老吴的亲戚。老周，帮我做件事儿。你说。省里抽检人下来那天，想办法让他们去林大元的塘，他的塘里全是老吴的苗，正在翻白。我握着手机看着塘水，蟹王趴在我脚边。我怎么让他们去？你不用让他们去，你只需要把林大川塘的抽检数据提前送到省里，省里的人看到数据自己会去。你怎么拿到林大川塘的抽检数据？县水产站测过，林大川塘大面积死蟹，他们去测过水质和苗种，报告在站长办公室抽屉里。王大河告诉我的，他是村支书，报告抄多了一份给村里。老林，你这是要把老吴往死里整？他先动手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吴拐这种人，你整他，他一定会反咬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挂了电话，王芳看着我，你让周明远拿报告，会不会连累他？报告是公开的，敲到村里的文件谁都能看，不算违规。那就好。王芳点了点头，他蹲下去，把手伸进水里，蟹王爬到他手边，左前轻轻搭在他手背上。王芳没有躲，用手指摸了摸蟹王的背甲。老螃蟹，你说小川跟爷爷像吗？像，但也不像。像，但也不像。你爷爷一辈子没等到铁壳蟹上市，他等到了。蟹王的钳子轻轻夹了一下赵芳的手指，然后松开，转身爬回深水区。铁青色的蟹群围拢过来，把他簇拥在中间，像一群侍卫。王芳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水。后天省里来人的时候，我要去大川的塘边看着，你别拦我。他看着我，我不拦你。我要亲眼看着老吴的人怎么收场。他的眼睛亮得很，像糖水一样透。省里来人的那天，天气晴得发白，2辆挂着省城牌照的越野车开进村里，没去村委会，没去镇水产站，直接停在了张满金的塘边。车上下来5个人，领头的是省水产厅的处长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谁是这口塘的养殖户？林大川从塘边的塑料棚里钻出来，眼睛还是肿的。你们是？省水产厅的抽检。林大川的脸色变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了。抽检？我这塘的蟹都死光了，还有什么好抽的？方建国没理他，蹲到塘边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套采样设备。什么时候死的？上个月。什么原因？不知道。养着养就翻了。苗是从哪儿进的？镇上吴金奎的店。方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，然后让手下的人踩水羊。踩底泥又从旁边捞了几只还没烂透的死蟹，装进密封袋。林大川站在旁边看着，嘴唇动了好几次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张亚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站在人群外面，手里还攥着一把瓜子，但一颗都没磕。方建国站起来，林大川，你这塘的苗下塘不到1个月就大面积死亡。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，吴金奎供应的蟹苗近5年抽检不合格率超过30%。你这次进的苗有没有保留购苗凭证？有，在屋里。拿来。李大川转身往棚子里走，脚步发飘。张亚轩把手里的瓜子往地上一扔。大川，他们要干嘛？
林大川没回答，从棚子里翻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沓收据，递给方建国。方建国翻了翻，抽出其中一张。这批苗多少钱进的？8万，现在还剩多少？一只不剩。方建国把收据收进档案袋里，看着他。林大川，你知道你进的这批苗抽检不合格率是多少吗？林大川没说话。县水产站上个月送检的样本，无金袍供应的蟹苗携带白环菌致病毒的概率是47%，你的糖大概率是被病苗毁的。林大川的脸彻底白了，张亚轩的嘴张开了。我们这次下来是专项检查蟹苗市场，你提供的购苗凭证和糖口样本会作为证据纳入调查。如果查实吴金奎销售病蟹苗，他的经营许可证会被吊销，你的损失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追讨。追讨？跟谁追？他可是我亲舅舅啊！方建国愣了一下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上了车。2辆越野车发动，往镇上方向开去。林大川蹲在旁边，2只手抱着头一动不动。大川，你舅舅他卖给你的苗是病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每年从他那儿进苗，每年都死，每年都翻白，你不知道。林大川猛地站起来，我说了我不知道。他的声音在堂面上炸开。张亚轩被他吼得往后退了一把，然后眼泪下来了。20万苗钱，8万饲料，5万糖租，2万7788，加起来40万，全没了。他蹲下去，不好了，就那么蹲着，眼泪一颗一颗掉在土里。王芳站在我们堂边，远远地看着这一幕。王芳沉默了一会，他哭了。上次他哭是好给全村人看的，这次不是。小川，你说他可怜吗？可怜，但可怜不能当饭吃。堂哥去年只给我5万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嗑瓜子。王芳不说话了。蟹王从水里爬出来，趴在岸边。那个糖30年前是你爷爷的，我知道。现在你要拿回来吗？我没回答。王大河骑着电动车从村委会方向过来。小川，省里的人走了，去镇上了。我知道。大川那糖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欠了多少钱？20万出头，信用社贷了10万，剩下是借的。王支书，你帮我带个话，他的糖我买，20万够他还债。你是帮他还是帮你自己？都有。王大河点了点头，骑着电动车往林大川的糖去。你要买他那片糖？为什么？王芳转过头看着我，因为糖底下有爷爷埋的第2批矿砂。蟹王说的。王芳愣了一下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早说了，林大川就不会卖给我了。林小川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算计了？从他给我转5万块那天开始。王大河带话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林大川同意了20万，第2天签合同。当天晚上，我爹林德福把我叫到屋里，他坐在床沿上，我站着，父子俩隔了大概1米远。你要买大川的糖？那片糖是你爷爷的。30年前，你大伯带着老拐来，逼你爷爷签字，你爷爷不签，五拐断了蟹苗，你爷爷的蟹全死了。你爷爷气倒以后，你大伯拿着你爷爷按了手印的合同，把糖过了户。我看着他，爹，你当时在场吗？在场。你拦了吗？林德福没说话，沉默了很久。我没拦，我怕。那年你娘刚怀上你，你大伯说，要是你爷爷不签，老吴就让咱全家在村里待不下去。你爷爷按手印的时候，手指头是抖的，不是怕，是恨。他看着我没说一个字，那个眼神，我记了30年。小川，爹窝囊了一辈子，你爷爷的糖被人夺走，我没吭声；你被大川坑了5万块，我也没吭声。但这次买糖不是抢，是买，堂堂正正买回来的。爹没什么能给你的，只有一句话。他站起来，这是你爷爷当年按过手印的那份合同，你大伯过户的时候，我偷偷复制了一份，原件在五拐那里。这份复印件我藏了30年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你拿着。我接过那张纸，上面写着林青山自愿将村东3口堂的承包权转让给林德才。爹，这份合同爷爷是被逼着签的，手印是真的，但意思不是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因为老吴手里有原件，复印件打不赢官司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老吴要倒了，省里在查他，他倒了，原件就是废纸。这份复印件能证明糖是你爷爷的，你买回来的是你爷爷的东西，不是大川的。爹，你不窝囊，你藏了30年，就是在等今天，你等到了。去吧，糖的事儿你自己做主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他又叫住我：小川，你爷爷要是活着，
会高兴的。我知道。我走出屋子，王芳在院子里等我。小川，爸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把合同复印件给他看，王芳接过去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是爷爷的合同。上面写的是转让给林德才，被逼着签的，手印是真的，意思不是真的。明天签合同的时候，你把这张纸带上。我知道。第二天，村委会王长河主持，林大川和我面对面坐着，合同已经拟好了，堂口承包权转让，转让费20万。林大川拿起笔，手在抖笔间悬在纸上，半天没落下去。恨过。去年你转给我5万块的时候，我恨了你一整夜，后来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恨你没用。你从头到尾都是五拐的枪，枪不知道自己在打谁，人不该恨枪。我把合同转过来，签了自己的名字，王大河盖了村里的章，一式2份糖一种。大川，有一句话我憋了很久了。你说，去年齐网那篇500万到账，我本来打算给你50万，是五拐让我只给5万的。他说给多了你会起贪心，给5万你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。我听了他的，我没指望你原谅我，我就是告诉你，5万块不是我的意思。小川，五拐要是倒了，我爹当年干的那些事儿也会被翻出来，到时候你别恨我爹，他也是一把枪。他转身走了。张亚轩站在村委会门口等他，看见他出来后，默默跟在后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家走。王芳站在我旁边。他说的，你信吗？信一半。哪一半？五拐让他给5万，我信。他不是不想给50万，我信一半。为什么只信一半？因为转账的是他的手，不管谁让他按的密码，手指头是他的。当天下午，我扛着铁锹去了林大川的塘，不对，现在是我的塘了。塘水是浑的，飘着一层死蟹的残骸，臭味还没散尽。我趟进水里，铁锹扎进塘底，挖到第4锹的时候，碰到了硬东西，不是石头，是矿砂，墨绿色的矿砂，比死水塘那批颜色更深，经纹更密，铺了整整一层，厚度是死水塘的2倍。蟹王的声音响起来，隔着2口塘的距离，清清楚楚传进我脑子里。2批矿砂合一养出来的铁壳蟹壳是铁青色，螯是铁锈红，个头能到1斤往上。你爷爷当年把矿砂分2处卖，就是怕被人一锅端，现在都回来了。挖到了，挖到了，比那边多1倍。他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水里，从我手心里捏了一颗矿砂，对着太阳看，金色的纹路在阳光底下像血管一样。小川，爷爷留的东西都拿回来了，还差一样。什么？五拐手里那份合同原件。3天后，老吴被带走的消息传遍了全镇。五拐被带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挣扎，也没低头。上车之前往人群里看了一眼，我不知道他在看谁。但那天镇上去了很多人，王大河在，刘老三在，林大川在，我也在。五拐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，没有停留，车门关上，警车开走了。后来周明远告诉我，省里的抽检结果出来了，五拐供应的蟹苗白斑综合征病毒携带率41%，连续5年抽检不合格率34%，违规骗取现代渔业扶持资金300万，数罪并罚，苗种经营许可证吊销，300万追缴刑期另算。